七国集团峰会闭幕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飞抵广岛参会，当面向七大工业国领导人提出武器援助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将为乌军提供 F-16战机，俄罗斯方面对此提出严厉警告，称会令局势更不可控。而在战场方面，就在泽连斯基抵达广岛的时候，鏖战了半年的巴赫穆特被俄军攻占，打破平衡点的关键时间点到了吗5月21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广岛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工作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前合影中站在各领导人的正中间位置。前一天公布的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宣言谴责俄罗斯，还宣布将坚定支持乌克兰，并承诺加强对乌克兰的外交、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这次来到广岛的过程迷雾重重，虽然据说今年初的时候日方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参会，但临近会期又传出泽连斯基不会线下参加的消息，甚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9号晚上还对媒体坚称，泽连斯基线上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没有改变。但20号，泽连斯基就乘坐法国空军专机抵达广岛，有日本媒体曝光，泽连斯基的具体行程在整个日本政府只有几个人掌握。共同社称，这是日本罕见接待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因此在安保等级上将其提升至与美国总统同等级别。根据日本警方的预案，原先的警力投入为2.4万人，但在泽连斯基到来之前又加派了预备役人员，并同步提升位于东京的乌克兰大使馆的警戒。德国之声电台报道称，泽连斯基赴日本是经过了一番运筹帷幄，为他提供专机的法国方面透露了更多细节。据法新社20号报道，一名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顾问透露，泽连斯基14号抵达巴黎与马克龙会面时，两人就讨论了前者赴日本广岛的行程安排，但当时并未明确具体组织工作。之后，乌克兰方面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希望法方在18号送泽连斯基一程。泽连斯基当天乘坐火车入境波兰，再由停放在附近的一架法国空军空客 A330飞机接走，先赴沙特参加19号的阿盟峰会，20号再赴日本广岛。法国政府认为，泽连斯基乘坐该国政府专机抵达广岛是巴黎的一次关键外交成功。泽连斯基在抵达峰会现场后展开了密集外交。泽连斯基20号会见了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印度领导人。21号，他又陆续会见了加拿大、印尼领导人，并与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单独会面。这个泽连斯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能够最好的表达自己的这个诉求，直接的去表达。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来了之后，也是广泛的与各个主要国家进行这个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他和这些非西方的，因为和西方的这些主要国家的交流已经比较多，也比较充分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一些非西方的国家，那么意图就是要扩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同时要防止这些国家为俄罗斯提供支持。泽连斯基此前访问欧洲多国时，曾表示组建战斗机联盟是重要的目标，但当时欧方并未松口。但此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之会见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武器，包括弹药和装甲车。拜登日前还允许美国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 F-16战机，这将是俄乌冲突以来北约援乌武器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根据此前公开报道，几个主要北约国家已经为乌军培训战斗机飞行员长达数月之久。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尤克萨里称，乌克兰希望从欧洲接收多达50架 F-16战斗机。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此前不愿开绿灯的理由是这种战机价格高，培训和提供起来耗时长，且不希望机密技术和系统被复制或落入敌人手中。美方还声称 F-16战机等西方先进战机不是乌军的当务之急，乌克兰有更紧迫的需求，如防空、火炮和装甲设备。对于在七国集团峰会前美国态度大变的原因，有白宫匿名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新闻网宣称，是面临了来自国会议员和盟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泽连斯基激动地在推特发文称，这是历史性的决定，将大大增强乌方空中力量。他还透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与这些国家讨论提供 F-16的执行细节。F-16战斗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研制的第4代战斗机，由于搭载了敏感技术，其他国家转让该战机需要美国的同意。英国政府16号宣布，英国和荷兰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帮助乌克兰采购 F-16战斗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暗示基辅可能很快将接收 F-16战斗机。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20号警告，西方国家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美制 F-16战机，将引发巨大风险。俄罗斯此前已就向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出照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一旦这种机型投入到使用的话，某种程度来讲，相当于西方又进一步了升级自己的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啊。那么可以想象未来的这个对战局的这个发展啊，可能会朝着更有利的西方去发展。但是俄罗斯已经做出这样的表态，我们知道俄罗斯也是信心很坚决的，所以它可能意味着未来的这个战事的进一步升级。从整个这个问题的解决的这个方向来看，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此次泽连斯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除了要求各国加大武器援助，还提到了乌克兰和平方案。泽连斯基20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泽连斯基随后发文介绍称，他在会谈中邀请印度加入落实乌克兰和平方案。莫迪则表示，俄乌冲突是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实际上，泽连斯基近期表示，莫迪是他在广岛最想见的人之一。外界认为，这是由于印度在乌克兰危机上态度谨慎，保持与美国不一致的立场，从未追随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还在联合国的几次投票中对美国主导的提案投出弃权票。印度政府多次表示，俄乌冲突双方要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寄希望于印度能够更好地平衡这样的一个利益，使印度更多的向西方的立场靠拢，对俄罗斯实施一种更严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我觉得莫迪要改变他的立场其实很难的，对他来讲保持一个平衡的政策来讲，可能是能实现他这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就在泽连斯基在广岛展开密集外交的同时，20号，俄私营军事集团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宣布已完全控制巴赫穆特。该集团的社交媒体账号还发布了一段武装人员在巴赫穆特展示俄罗斯国旗的照片。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发布声明，向瓦格纳和俄军表示祝贺。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7国集团广岛峰会今天落下帷幕，最后一天的议程有一个特别来宾，那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您如何看待此事传递出的信号呢？其实，在此前的G20巴厘岛峰会召开前夕美国与一些国家就在怂恿泽连斯基出席会议。东道主印尼方面一碗水端平了说，如果泽连斯基要来，那么普京也得来。一番博弈之后，俄乌领导人都没有来。到了 G7 广岛峰会这边厢，美国如愿以偿的让泽连斯基当上了一回座上宾。具体谈到泽连斯基此行，G7 国家算是给足了他面子。G7 峰会3天议程，前2天紧赶慢赶的把会开完，联合声明罕有的提前发布，为的就是腾出第3天的议程，留给乌克兰局势以及远道而来的泽连斯基。来都来了，好好聊聊吧。大家以为是和平出现了转机吗？恐怕够呛。G7 领导人联合声明里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将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直面俄罗斯发动的非法战争 ，as long as it takes， 无论多久。这话一说，基调就定下来了。美欧国家的军火商们估计又能躺着把钱挣了。果不其然，今天传来的消息称，泽连斯基此行主要是为了寻求外交与军事支持。泽连斯基与拜登会见结束后，美国媒体透露，拜登批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并为飞行员提供培训。此前我曾评论到，只要还有人往俄乌战场这个火堆里添柴火，这把火就只能越烧越旺。从这个意义上看呢，G7 广岛峰会不仅没有朝着迈向和平、稳定、繁荣世界的目标上前进，倒更像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上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加速，再加速。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